Hello Hello， 胖妮儿来喽！胖妮今天讲《如懿传》，剧中渣渣龙一生爱过很多女人，其中最爱的几个女人，代表了他在不同阶段对女性有着不同的情感需求。而对于后宫妃嫔们来说，她们选择什么样的贴身侍女，同样能够反映她们在不同阶段的需求。以如懿为例，早期她的贴身侍女是阿若。我们按照剧情推测，阿若应是从小陪着如懿一起长大的，后来陪嫁如懿入宝亲王府。以阿若张扬浮躁的性格，本来不适合再留在如懿身边，但如懿却把她留下了，让她成为陪嫁侍女。这当然有如懿母家识人不明的原因，也有如懿本身的原因。她认为凭借自己和渣渣龙青梅竹马的情分，凭借她的聪明强大，不需要一个得力的侍女在身边，甚至反过来，她可以护住一个长得粉雕玉琢又有些任性的侍女。但现实往往就是这样打脸。从宝亲王府到紫禁城，阿若总是给如懿带来麻烦。这时候如懿开始留意索心。如懿发现索心是一个和她很相似的人，他们都那么聪明稳重，很多事如懿不说话，一个眼神索心就懂。而索心在阿若面前所受的委屈，如懿也能想象得到。最重要的是，索心和如懿一样重情义。当日为了护住海兰，如懿大雪天里跑去咸福宫，不顾个人安危，甚至和海兰一起受罚。之后当如懿落难被打入冷宫，索心也没有抛弃她，而是陪着她一起在冷宫受罪。那一段时间其实是如懿内心极其矛盾的阶段。一方面她不想参与宫斗，也不敢将人性想象得太坏；另一方面她又不得不迎着别人的明枪暗箭，左躲右闪，承受着为善良而付出的代价。她与皇上有情谊在，但皇上毕竟不再是当年的宝亲王，很多事也身不由己。在偌大的后宫，大多数人都在争在斗，她不争斗，显得那么违和。幸而有索心和海兰这样的同类陪在身边，绣绣花，说说话，以排遣那漫无边际的孤独。索心进慎刑司，受刑过重导致残疾，之后出宫嫁人。如懿的身边一下子空了，无人可用。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看到容佩是偶然出现在如懿眼前的，如懿也没有多做考虑，就要她进翊坤宫。实际上早在遇到容佩之前，如懿应该已经为了找贴身侍女而留意很久了。此时的如懿早已不是刚进王府时活泼天真的如懿，也不是入冷宫之前闪展腾挪着耗尽一切心力也要保护好自己本心的如懿。她是皇后，位居中宫，她也渐渐明白了，在后宫这样残酷的环境中，主与仆与其做姐妹做朋友，不如做队友。既要做队友，她再也不能像在娘家时一样，看到哪个女孩长得漂亮顺眼就选她伺候日常。她也不能像身处妃位的时候那样，找一个和自己一样心软温柔的奴婢，闲闲散散的相处。她这次要找的是一个对她绝对忠诚，心智成熟，又能弥补她性格缺陷的辅助。而容佩恰好具备了这些特质。容佩底子干净，这是如懿派人查过的。如懿在容佩跌入低谷时，将她拉上岸，给她信任与尊重，这会使容佩回报以更大的忠诚。另外，容佩年龄比如懿还大，又是苦出身，经过世事打磨，她有极强的警惕性、强大承受力以及狠绝的手段，这些都是如懿所欠缺的。如懿重用了容佩，标志着她对往日的自己挥别。从那一刻开始，她已然决定，不管愿意不愿意，她需要做好宫斗的准备。当然，参与宫斗的另外一层意思是，当年的青樱与弘历再也不能赤诚相对，他们终究变成了一对中年夫妻。弘历有了他身为帝王的责任，而青樱也必须承担起身为皇后的责任。果然，如懿登上后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惩治嘉妃。当容佩用比寻常耳钩粗2-3倍的耳钩穿透嘉妃的耳孔，将一堆耳垂扎得鲜血淋漓的时候，我无法想象，如果是温柔的索心来做这件事，会是什么样的画面。当容佩站在一束阳光下，对着魏燕婉狂扇耳光的时候，人们可能也很难想象，这是当年为李煜上过药，对着夕阳流眼泪的如懿所受益的。有的时候，妥协的表现形式并不是软弱可欺，相反，妥协也可能表现为强硬和凌厉。以外人的眼光来看，看到的是一个躺在地上
被人陷害、欺压的人缓缓站起来，给敌人以猛烈的反击。但以当事人自己的眼光来看，那是现实的刀枪杀死了梦想，是自己终于没能保护住内心里那一片柔软和纯洁，空留一片苍凉。值得庆幸的是，虽然久处宫中的如意最后到底参与了宫斗，但他对于一些底线的坚守始终没有放弃，比如不能杀人，借别人的手也不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对容佩说的是：一路走来这些日子啊，我如今想起来，都好像跟昨日一般。这些日子，我还时不时想起很多人，兰花、新月，也会想起绿云、玉颜、一欢，甚至还有魏延婉。他的口中没有怨恨，只有惋惜。也许这正是如意的可贵可敬之处吧。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订阅胖妮，下期更精彩。